贾文静，文静，去哪儿了？当的街景只剩下爱倔强的回音，不断在耳边自嘲的说我不难过，人潮退去，我把寂寞说给自己听，当风停了，那眷恋地飘落，原来是我。林总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一个品牌寄给任律的生日蛋糕，不过任律已经走了。林总，你看这蛋糕怎么处理比较好呢？给我吧，正好我要去他家一趟。你回来了？怎么是你啊？他当时是因为你才出国的。他连这个都没跟你说啊？这个任天宇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们的关系他就不能告诉别人呢？别人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哎，江小姐，你不等天宇了？我得不到的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4亿4千万，已经达到了江宁区 G61号地块。你把之前那份合同弄一下，好吧？好，那我回去落实，你放心吧。上台签约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结果了？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怎么了？这个结果不是你想要的吗？王总的出价只比九泰集团多了1000万，你是怎么知道底价的呀？我该下班了，临走的时候把门锁上。我不准你走，任天宇，你给我回来！我话没说完呢，你回来！我知道了。哎，没有证据的话，不要乱说。看你还有心情在这儿跟我聊这些，江文静没有找你啊？你都做什么了？我没干什么呀，我就是昨天去你家给你送蛋糕，碰到他了，随便聊了两句。你都跟他说什么了？真好玩。别生气嘛，我没跟他说什么，我就是告诉了他一点事实而已。你不会这么信不过你们俩之间的感情吧？喂，文静，你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一直关机啊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文静，我知道林薇薇跟你说了很多，但是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林天宇，你听我给你解释行吗？林薇薇跟我说了什么不重要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只需要回答我是，或者不是。
而且不可以骗我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九泰集团的答谢晚宴上，你是故意接近我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后来我租房子，碰巧就租到你们家对面了，也是你故意安排的，是不是？是。好啊，任律师不愧是运筹帷幄，善于玩弄人于股掌之间。我没有玩弄你，我有我的苦衷。你的苦衷就是为了救林薇薇的舅舅，所以才不告而别的吗？我出国是因为无意境，跟林薇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跟她就是合作伙伴。林薇薇说的没有错，你对女人果然都不是真心的，只是看她们的利用价值而已。我承认，有些事情我是骗了你。但是姜文江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利用我，你当然是真心的。对你来说，我是姜家的女儿，是你进入九泰集团最好的切入口，你当然是真心的。是我太可笑了，居然在1年前和1年后2次掉入你的圈套。我真是太蠢了。文江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在恰当的时候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让你满意，好不好？不必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一个字都不会。你假装跟我和好，无非就是担心你想拿下九泰集团法律委托权的时候，我会阻拦你。你放心吧，我姜文静不是那样的人，从前不是，以后更不是。恭喜你啊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但是我一点儿都不会原谅你。从今以后，你做你的任天宇，我做我的姜文静，我们2个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，也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非常后悔认识你。留着弱点，非要到最后一瞬间拉住你转身的脸。文静，文静，你把门打开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？鲜血沉默过眼，在血满最荒野。文静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？再看上去好过一点。
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在九泰集团的答谢晚宴上，你是故意接近我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后来我租房子，碰巧就租到你们家对面，也是你故意安排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文静，没事吧？你怎么还没洗啊？我没事儿。潘小黎，我听见文静在卫生间哭了，这任天宇也太渣了吧！处心积虑的接近文静，哈，现在被揭穿了，就知道悔过了。我也想找人打死他，不行，我得找人打他一顿。哎，你冷静点啊！根据刑法的第234条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潘小黎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什么意思。你不知道，我听见文静那样哭，我心里可难过了。你说你们男人怎么都这样？这也太自私了，怎么？哎，我没有啊。静儿，没洗澡啊？我特意给你买的新睡衣，穿着可舒服了，要不要洗个澡换上？那你想不想吃点薯片？来来来，我陪你看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的《哆啦 A 梦》，好不好？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，都想要一只蓝胖子，因为它可以给我们实现所有的愿望。你还记得不？我刚刚特意找出来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，以后我照顾你，我们都不要那些臭男人。哎，姚真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姚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我……哎呀，你现在给我添什么乱呀？我明天再跟你说。姚真，喂，不是，就把我电话挂了。我挂电话了。你这样笑起来多好看啊！清纯中又不失一点小性感。姚真，我可以在你这儿住一段时间吗？当然可以啦。我这新租的房子太大了，我一个人住也挺害怕的。你在这里跟我2个人，那我不是更开心了？你想住多久都行。你要不要请几天假，我们出去旅游？行，你想干什么都行，我都陪着你。
有你真好。恭喜您啊！您拿下了G61这块地，这不仅是我们江宁区的盛事，更是我们新州市万众瞩目的大事。哎，你们瞧见没？今天在拍卖现场，马珊珊脸上一开始那个笑啊，还以为他们中标势在必得，却没想到他们的底牌早就漏得干干净净了。而且我们是卡着他们的标底拿的，4亿4千万，他们要再想竞标，多1分钱都拿不出来了。可不是嘛！今天拍卖会议结束，马珊珊起身就走了，回去啊，指不定怎么生气呢。你们放心吧，拍卖师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，不会出任何问题的。嗯，王总，老话说上阵父子兵，关键时刻还得靠薇薇啊。这次能拿下这块地，的确，薇薇掏功。来，薇薇。王总，拿下这块地，咱们在新州的版图又扩大了，不如我们尽快招商引资，规划一下这块地。不急，这块地我还有别的用处。您还有别的想法？行了，咱们也是好不容易打赢这场硬仗，别的都不去想。今天咱们就好好庆祝庆祝。啊！怎么样？公司的情况怎么样？这次流标出乎我的意料。这块地没拿到的话，恐怕以后的事情都……今天早上投资方给我打电话试探我，会用话把他们压了下去，但是能压多久，我真的很担心。别担心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相信总会有出路的。我到现在不能相信，我都算得好好的，怎么就给王大的公司中标了呢？这中间会不会有人在捣鬼啊？你怀疑谁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担心。你觉得任天宇靠谱吗？怎么他一到公司就出现这样的事情呢？任天宇处理公司事务上手得很快，而且干得也很好。我们没有证据，也不能贸然的怀疑他，不是吗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好了，看看你操心操的。这几天没休息好吧？晚上听到你翻来覆去的，我真担心你的身体会挺不住。这要是让咱们闺女知道了……对了，文静知道公司出了状况吗？我当然不能让她知道了，她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让她知道了，不是平白的瞎操心吗？你做对。他给我打电话，我觉得他心情不好。他说他很累，周末就不回家了。他不回来也好，省得他看到咱们两个情绪这个样子。老公，你说
我们能度过这个难关吗？能，一定能。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，这一次也一定能够闯过去。就算是不行，也没什么。就算是我们失去了一切，可我们还拥有彼此，我们还有孩子呢。只要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，比什么都好。是，别担心了，啊。这还不算够，心跳声是我的伴奏，哪怕我已经被看透，哪怕我双手在颤抖，暗流。看不清的谜，看不清该相信谁的心，那些孤独的夜晚，那些疯狂的时刻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把监狱给我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。在追寻的出口。送给你。在崭新的世界，等着你出现，陪我走过这一切，去看这世界，看这世界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两个不要再有任何瓜葛了。我非常后悔认识你。那些疯狂的时刻，看得清却摸不到的你，在追寻的出口，在崭新的世界等我。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进程，我们先后进行了20余项的配套改革措施。这些措施对于提高办案质量，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作用，以及在指控和证明犯罪过程中的主体作用，这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，收到了非常显著的成效。今天我要特别提一下，由检察1部和3部联合办理的胡方全等人故意杀人案，原证据有瑕疵的情况下，依然分化瓦解了共犯同伙，巩固了指控证据体系，还追加了涉嫌伪证罪的犯罪人员，这体现了非常好的专业素质啊！谢谢高检的肯定，尹川他们确实在这个案件的办理上功不可没。党组一定有考虑给胡方全专案组申报集体2等功。另外我还要提一下，第2批原额检察官的选拔工作就要开始了。上级院正在研究方案，很快就会公布上网。这段时间各业务部门负责人要考虑一下本部门的推荐人选名额不多，一定要优中选优。这次胡方全的案子又是我们2个部门携手办理的，
大家表现得非常不错，所以不管申报能否被批准，我们都应该为自己鼓掌。另外，第2批员额检察官的选拔就要开始了，要我们每个部门推荐人选参加选拔。我们这里符合条件的有3个人：潘晓黎、韩露、姜文健。啊，当然严律也很优秀，但是是尹处，我可以等下一批。院里让我跟尹处推荐人选，名单我们已经报上去了，但是最终的名额可能只有2个。哦，余处那儿有韩露，咱们这儿按资历，潘晓黎的资历比我深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推荐潘晓黎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还没开始选拔呢，就互相谦让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每个部门只能推荐1个人啊？难道你要把我们都推荐上去吗？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，优秀的人员多，但是名额少。其他部门也跟我们一样面临这样的问题。我跟余处已经跟院里汇报过这个情况。赵检的意思是就在全院范围内竞争，先把办案多、质量高、效果好的优秀人员报上来，然后内部选拔，优中选优入额。啊，又要竞争了，加油啊！这次2等功的申报要是成功了，那真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到时候请大家一起。也可以先小范围庆祝一下。小范围。哎，可儿说好久没见你了，哎呀，一直跟我身边叨叨的。我说你今天要没有别的安排，咱们就一起吃个饭吧。是很久没见可儿了。好呀，那一会儿带她去吃披萨，她喜欢的。哎，不用，买菜，咱们回家做。回家做啊？啊，回家做。哎，行，那一会儿停车场见啊。干妈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干妈跟你在一起，吃什么都好吃呀。那干妈就天天陪可儿吃饭，好不好呀？这样我也开心，你也开心，我爸也开心。这孩子又黏你，就是怕你不理他了。我怎么会不理你呢？明明我爸也怕你不理他。胡说，我们俩是一个单位的，我为什么怕他不理我呀？是不是？干妈，咱们走。干妈，走啊。真的不用帮忙吗？不用，还有一个排骨马上出锅，等着吃啊。干妈，我爸都好久没做饭了。那最近你们都吃什么呀？外卖呀，还有我爸从食堂带来的包子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我亲爸。当然是你亲爸啦，这一点不用怀疑。好，快坐下来吃吧。哎，我再做一个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够了，快坐。行。爸，你都好久没给我做饭了啊！要不是我干妈来，我都快被你喂得营养不良了。你还营养不良？你都快比你们班男孩个头高了，你都乱告状。来，吃排骨。你给我干妈也夹一块。哦，我自己来。啊，来我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干妈，我爸做的排骨可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啊。可以啊。真的很好吃。干妈，你应该常来的，这样我爸就可以每天做饭给我吃啦。你这样，以后你哪顿不来吃，你跟我说一声。你反正下了班回去也得自己做，咱们3个一起吃还热闹，那花样还能多做一点，是不是？吃。前段时间我们进行了全院范围内的员额检察官选拔，潘晓黎、韩露、姜文静进行了3轮选拔，现在初步结果已经出来了。初步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进入公示名单，公示期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，就可以任命了。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结果，但是我希望每一位即将升任员额检察官的同志，一定要记住成长的每一步。尹处、余处，你们就别吊着我们了，就说一下我们谁没进吧。
下面我宣布，你晋升原俄检察官的人员是韩露、姜文静。要这样吗？潘小黎，哎，到，尹处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端正态度，找准差距，向优秀的同志们看齐，争取早日加入原俄检察官的行列。没人让你表态啊！啊，连表态都不用了，难道让我引咎辞职吗？哎呀，潘晓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能不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呀？你也进了啊，我也进了。你们3个都进了。不是只有2个名额吗？因为你们都很优秀，领导争取了名额。太好了。但是别太过高兴啊，还有公示期呢，之后才会正式任命。放心吧，尹处，我们都会继续加油的。啊，进来。尹处，您找我？啊，有个案子交给你办。什么大案子啊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。啊，这是个轻罪啊，不归咱们管吧？这是辖区院受理的案件，因为案件比较特殊，舆论压力也比较大，上级院指定由我们办理。你下午去案管把卷拿回去，好好看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你跟潘晓黎现在都是在公示的原俄检察官了，以后你们的案子我就不插手了，你们搭帮着办。哎，带一下严律。但尹处，我觉得吧，您不插手是不插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您可以多多给我们指导一下的，听听汇报总行了吧？任天宇，好几天不见你人影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忙。林总要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先出去吧。我来呢，就是想通知你，王总说有时间想见见你。王达要见我，那你去吗？去还是要去的，要不然他更该怀疑我了。怀疑？你是说他现在不信任你了吗？难道他知道了你的真实目的？那不至于，我答应给他竞标底价，结果他留了一手。留了一手？你是指林薇薇？王达的出价只比九泰集团多了1000万，如果他不知道底价的话，不可能那么准。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林薇薇偷看了我的文件，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对手的商业机密，这可是违法的。王达这么干情有可原，那林薇薇呢？她就甘愿冒这个险？人在感情面前都有可能变得盲目，但是王达利用了林薇薇这一点来完成这件事儿，让我有点意外。这个王达还真是个老狐狸，而且他做事儿完全没有底线。我提议，为咱们竞标成功，干一杯。任律师，那我得恭喜王总和吴总啊。瞧他说的。任律师，之前咱们可说好的，拿下九泰的竞标书后，要给我们参考一下。可你倒好，不动声色呀。要不是微微恰巧看到了，这次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恰巧？嘿呦，那还真巧呢。我之前没有透露太多，是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打算。以我对现在九泰的了解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参与竞标，即便是中标了，也会暗地里转给别人，只不过就是做给那些投资人和股民们看的罢了，虚张声势。哎，那你们2位是什么意思呢？不信任我，
要是这样的话，咱们还有什么合作的必要吗？任律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我们这也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嘛。是啊，而且我们现在不是更好吗？我们中标了，你也没有任何损失啊，绝对是双赢啊。那我还得谢谢你们俩。哎呀，咱们是兄弟，谢什么呀？不过以后啊，大家心里别有芥蒂就行。那就麻烦二位以后再有什么行动的时候，告诉我一声。我这个人不喜欢自己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后面还有自己人在搞小动作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任律师，别生气了，把酒杯端起来，干一杯，来。嫌疑人叫廖海生，计算机专业，大学毕业之后在软件公司做程序员。5年前，他母亲患上了尿毒症，一直靠透析维持生命，等待肾源移植。廖海生是个孝子，母亲生病后一直在床前伺候着，花了不少钱，也借了不少债，就连交往7年的女朋友也分手了。今年2月份，廖海生的母亲等到了肾源，做了肾移植手术，但是手术7天之后就发生了排异，住进了 ICU， 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。肾移植的手术费加上 ICU 的费用，共计120多万。之前不是借过债了吗？这么多钱他都交了？1分没交，他没钱了，但又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去，于是他就伪造了缴款单据，又侵入了医院计算机的后台管理系统，更改了数据，让系统显示已缴费的状态。黑进医院的系统，从技术上我承认可行，可时间一长，医院一对账，不就暴露了？对，所以不出1个月，医院在对账的时候就发现了破绽，于是报警抓了廖海生。但是廖海生的母亲已经做完了肾移植手术，并且也住进了 ICU。那他被抓后，他的母亲在医院怎么样？医院总不能把人抬出 ICU 吧？因为抬出来就意味着死亡。但是医院也不是慈善机构，一天好几万的费用，谁也承受不起。所以呢？所以医院就问公安怎么办。那公安是怎么说的？没怎么说，紧锣密鼓的把案子送到咱们这儿来了。严律，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我觉得这个案子的罪名有争议，到底是按盗窃罪、诈骗罪，还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起诉呢？去过医院吗？正准备去。去看一下他母亲的情况，这个比较重要。是。那个是人工费，患者的生命全靠它维持。自从老太太的儿子被抓到现在，已经1个多月了。我们一直没有把患者抬出 ICU 病房，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医院承担的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真的是承受不起啊！我们理解。你们2位不来，我也准备去检察院找你们呢。你们看看患者的情况，检察院也给点意见吧。要是继续待在 ICU 病房，这费用谁出呢？如果把老人抬出 ICU， 会是什么结果啊？以现在的情况，10有8九会死。那当然不能那么做啊。可这费用谁出呢？医院的第一要务不就是救死扶伤吗？检察官，您这么说话就不合适了。首先，医院不是检察院，我们是自负盈亏的单位。按规定，患者欠费且找不到家属的情况下，我们是有权利把老太太抬出 ICU， 给予普通治疗的。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，就是为了救死扶伤。更何况，我们医院只有2间 ICU 病房。你们看看那边，排队的患者家属都是在等这个位置。难道其他患者就没有被救治的权利吗？您别急，领导今天让我们来这儿，
就是来了解廖海生母亲的情况。回去我们立刻就汇报。好，请。主任，到底什么情况？这间房的老太太什么时候出去啊？不是没交钱吗？怎么还不出去？您别着急，我会尽快给你解决的。拜托您了，主任。好，别急。你们看，这位患者的家属已经来了3天了，都是在等 ICU 病房的。一剑劈开黑暗，飞针无视我构成的宣判，泪水轰炸心脏，盼望雨后太阳，为下走而手，放手一战。听欲望在叫嚷，心没乱，冲撞邪恶的锋芒，一路上仗义行侠，永远不投降。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。请别忘万分之一的希望，这世上善恶参半，心境谁苍凉？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，破无与谜团，让恶魔胆寒。我不怕不哭不退让，对所有的魑魅魍魉